朋友们好，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1周多以前的12月3号当天中共官方是有突然发布一个通报，说广州的书记、市长同日换人了。是由广东的常务副省长林克庆来接替了张硕甫担任广州的市委书记，同时呢，又由广东的副省长郭永航来接替了温国辉担任广州的代市长。那么这一次罕见的官场地震当时就是备受瞩目的，大家都在猜测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而就在昨天一条中纪委的正式的通报就显示，这一次广州官场地震的规模它其实是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的。有的媒体甚至把它形容为是广州官场的一场灭顶之灾。而更加诡异的是这场灭顶之灾的官方给出的理由，竟然是因为说当地迁移砍伐了一部分的树木。我们都很清楚就对中共来说，只要是出于政治需要，不要说是砍几棵树，就是砍了多少人头，他们其实都不会当回事儿的。可能有朋友知道过去民国时期的那个冯玉祥，他曾经有带兵驻扎徐州，就写过这么一首打油诗，提倡说要保护林木，说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好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简单的聊一聊这个当代版的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的奇怪事件。在昨天中纪委的官方网站是刊登了一个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事件问责情况通报。这个通报就说，根据广东省委的部署，省纪委监委成立了一个广州市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的事件问责的调查组，对相关单位和人员存在的履职不力、失职问责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以后，对10名领导干部进行了严肃的问责。那么在这份问责的名单之中级别最高的就是广州市委副书记罗继金，他是被党内警告处分。其次就是广州的副市长叫做林道平的，他是被党内严重警告，还有政务记大过的处分，同时还给他免职喽。其他的被处罚的官员都是有关像林业园林住建等等这些部门的官员了。10个人中有5个人都是被免职，其他的则是什么警告记过不等。级别就是被处罚的级别最低的官员都是属于局级单位的一把手。也就是说仅仅因为迁移砍伐了一部分城市的这个树木，就被干掉这么多的党国中坚力量，这显然是有点超越了大众一般的常规认知，对吧？而且更加不寻常的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广州市1、2把手同日被换人就在第2天，也就是12月4号的时候，作为党媒大外宣的《星岛日报》就有曾经刊发了一篇独家报道，说这件事情与去年底以来广州市内的老榕树被大批的砍伐迁移，引起了民众的不满有关系。那么根据这篇报道的说法就说这个砍树的行动是根据去年11月广州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局印发的一个叫做《市管重要道路及周边区域更新改造提升工作实施方案》来进行部署的。那么根据这个招标的文件在广州市内7条主要的道路要计划迁移或者是砍伐的树木总共是有4300多株，其中榕树超过了3000株。那么这个报道就说此事随即就被人举报到了中南海去了，因为涉及到生态保护，所以就引起了最高层的关注，下令彻查，这下才引发了广州官场这12位官员的灭顶之灾。而随后香港的《明报》是在上周四，就更是爆出了一个非常劲爆的内幕细节，就说是由广东的退休高官向北京的高层去告状以后习近平就批示了12个字，是这么写的，说是肆无忌惮、肆意妄为、愚蠢至极。这个语气是极其严厉的。
那么这就导致此前一直都是静如处子的广东省委立马就动如脱兔了，不到1周就把相关的责任人查的是一清二楚，上报到了中纪委，于是呢才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幕。也就是说呢，是因为习总书记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之中抽空，又一次为千里之外的广州市的航道树呢指明了方向，所以广州官场呢才明白过来原来自己砍树已经砍的是迷失了方向了。所以这个批示的细节，它的真实性呢，我们当然基本上是无法验证的。但是呢，从这一次处理官员的级别、数量以及它的效率来看呢，它与传闻中的那个习近平12字批示那种怒火冲天的语气呢，它大体上是相一致的，对吧？那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广州官场它真的是仅仅因为踩了生态保护这个雷，才引发了最高层的雷霆之怒吗？我们要按照中纪委公开的这个说法，就是他们的定性呢，是说广州砍树呢，严重破坏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伤害了人民群众对城市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是典型的破坏性建设行为。但实际上呢，大众舆论显然对此是并不认同的。要知道广州城内有近30万棵榕树，这一次受到波及的只不过也就是4300多棵树嘛，占比例呢也就仅仅只有1%多一点。广州的市民虽然对此有表达不满，但是呢远远没有达到说是民怨沸腾的程度了。所以呢，国内的舆论我们看到大多数呢它都集中在就说这个榕树是否适合作为航道树的树种，针对这个焦点去进行各种各样很专业性的讨论。而海外的舆论呢，则普遍的认为这背后呢它是另有原因的当然有的人就认为呢，说这个可能涉及到了权斗与人事卡位，也有的呢说这是因为跟这个恒大暴雷的事件有关系等等，不一而足了。那么这些说法呢，可以说都是各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就我个人来看呢，其实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广州的官场可能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集体踩的雷呢，它的确和这个历史文化与这个美好记忆、深厚感情这2个要素是有关系的。只不过呢，这个与人民群众呢没啥关系，而是与习近平父子有密切的关系。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整个广东、福建这一带，榕树呢，它绝不仅仅只是一种绿化的树种这么简单。我们要往小了说呢，榕树呢，它已经成为当地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了。我们要往大了说呢，就是这个榕树它已经是成为当局极为看重的某种象征。什么象征呢？一方面就榕树它是被视为扎根大地、改革开放的一个象征。那么另一方面呢，榕树呢，它也象征着一种荫泽后人的一种慈父般的情怀。从这一点对这个习近平家族来说，它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的。在2013年的10月，习近平的弟弟习远平就曾经以父亲往事忆我的父亲习仲勋为题呢，撰文纪念习仲勋。这篇文章一度是在人民网等等各大党媒是有集体刊发的。文中呢就特别的提到说，在2000年的时候，习仲勋在深圳南园有亲手种下了一棵榕树，如今呢这棵榕树已经长大了，根深叶茂，郁郁葱葱。那么对习家后人来说，广东堪称是习仲勋的第2故乡。习远平他在文中还曾经饱含感情的写了这么一句话，说我一见到这棵榕树就想起了父亲，在我心目中这已成为他老人家扎根在南粤大地人民中的一个象征。众所周知习近平兄弟俩对他的父亲习仲勋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习远平呢也不止一次有正式的发文来纪念，其实这里面的很多话呢，其实也是代习近平在说的。
去年的6月啊，央视网就曾经有刊发一篇题为《共同的牵挂》的重磅文章，再次的是提到了习仲勋在兰园种下的这棵榕树，并且呢，紧随其后还提到了在2012年的12月啊，习近平赴广东去考察工作，然后也在深圳的莲花山公园亲手的种下了一株高山榕树。然后这篇文章呢，他就总结了这么一句话，说一片热土，2棵榕树，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昭示将改革开放继续推进前进的不变初心。这初心跨越时空，一脉相承。所以大家有看到吗？为什么习家对榕树如此的情有独钟呢？他对习仲勋来说呢，是因为他是广东改革开放的一个主要的开创者和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嘛。所以榕树呢，就成为他这一历史贡献的一个最重要的象征了。对习近平来说呢，榕树呢，它甚至是代表着一种精神，它就叫做榕树精神。而且呢，这个榕树精神还就是习近平本人总结出来的。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啊，他曾经有担任过福州市的市委书记。这个福州呢，它的别称就叫做榕城，就是变的满城都是榕树了。所以呢，习近平他对榕树是有一个特别的感情在里面的。在2014年的11月初，当时刚刚当上总书记不久的习近平去了福州调研，在那个时候他就还特意的有发指示，说福州要多种植榕树。在1994年，这个福州市的园林规划设计院的院长叫做林燕的，这个人呢，他就有曾经写了一本叫做《榕树与榕树盆景》的书。而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呢，还专门的为这本书写了题为《让榕树造福榕城》的跋。这个跋呀，就是与写在书前的序相对应的，它是写在书后的一种文体，叫做跋。那么在这篇文中呢，习近平他是如是总结了他所提到的榕树精神，说这个榕树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多么贫瘠的土地乃至乱石破崖，它都能够破土而出，盘根错节，傲首云天。所以大家有看到了吧？这榕树啊，它在习近平的心目中，它仅仅只是一种绿化树种这么简单吗？习近平对广州砍树的这种愤怒，它其实与什么城市规划呀、园林建设等等技术问题根本就没有半毛钱关系。在他的眼中，广州市委砍的不是树，而是在砍习家的祖脉传承、家国情怀，在砍习近平亲自倡导的这种政治象征，或者说就是他自己一生啊，从贫瘠的梁家河奋斗到了中南海一尊的地位，最终傲首云天的全过程的这么一个象征。所以呢，我们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是广州这些官员呢，他不仅坏了先帝的遗风，对吧？这就是属于破坏历史文化的这个罪名了。他更是犯了经上的盛会，这就是属于伤害深厚感情的范畴。而且呢，据传闻啊，说这一次砍树啊，还砍掉了习仲勋当年旧宅门前的榕树。这要放在当今中共的官场上，可以说他简直就是先死的不够快，不死才怪，对吧？所以追根究底呢，这件事情被引爆呢，它也的确是有一部分权斗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说，从毛泽东时代起啊，广东的官场呢，它就一直存在着本土的客家帮与外省空降官员之间的争斗。近些年呢，广州以及广东的官员很多呢，都是从外地空降而来的，所以呢，他们普遍的都不了解当地很多事情的渊源。而本土派的许多已经退居二线的官员呢，对这些渊源呐、来历呀，包括很多敏感的忌讳等等，都是了如指掌的。这些东西啊，它是永远都不会写到文件里面去的。所以呢，这一次广州官场几乎是被一锅端，大概率呢，他是本土的官员看准了这个要害，等着对方把这个事情已经坐实无可挽回以后，才狠狠的去参了一本。结果呢，就是稳准狠3合1，
瞬间就将对手团灭，而对方可能被灭了，都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死的。当然，对习近平来说，这不仅是狠狠地教训了一帮不学无术的昏官，对吧？同时呢，他也是借此案在对整个官场在敲山震虎，在立威呢。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谁要拿我的话不当回事儿呢，也就别怪我拿谁的前程不当回事儿了。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他需要现在来立威了呢？这个呢，它就与习近平从六中全会以来的处境是有关系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六中全会的官方公报中啊，它有提到了10个坚持，对吧？但是其中呢，它就没有坚持改革开放这一说。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已经有过分析和讨论了，就是这一点它恰恰就是习近平路线与邓小平路线的最大的不同。这也是成为党内非习派势力攻击习近平他的一个最大的火力点。就在上周四，也就是12月9号人民日报在第9页的理论版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的署名评论文章，作者呢是中央的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院长，叫做曲青山的。这篇文章它就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的关注。它为什么会引起关注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该文呢全文接近4000字，是高度的赞扬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成就，甚至其中也多次提到了像江泽民胡锦涛等等，但是就是对习近平是只字不提。尤其不寻常的是呢，这篇文章它在一开始就声明说，这个标题的这句话呢，它是引述自六中全会刚刚通过的第3份历史决议。也就是说呢，这篇文章它提到了第3份历史决议，但是却对习近平是只字不提，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这第3份历史决议它原本就是为习近平量身定做的，对吧？不要说是邓江湖这3个人在这份决议中，事实上是沦为了陪衬的角色，就是毛泽东在决议中的分量也都远逊于习近平的。这篇文章他提到了这个历史决议，但是却刻意的回避了习近平，单独的去突出这个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伟大的历史功绩这个主题。所以我们要说句严重一点的话呢，这篇文章几乎就可以说是在和历史决议的主题在唱反调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它能够在人民日报的理论版给刊登出来，很显然它就是在为邓小平鸣不平了，也是在让体制内外呢都看到党内有很多人他仍然是不买习近平的账的。习近平起码到现在他还没有能够做到说只手遮天，这个呢我觉得是这篇文章的用意之一。第二层用意呢，就是这篇文章它以这种方式在含蓄地指出来，习近平对改革开放呢是没有贡献的，不但没有贡献，反而是一种倒退。意思就是呢，你不是不提这个坚持改革开放吗？你不提，我们就偏要提，而且要大提特提，还要把它定性到党的伟大觉醒的这个高度。所以大家有看到吗？这显然就是标着劲儿来的了，对吧？你不提坚持改革开放，我们也就不提你习近平，咱们看谁压过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就不难理解习近平他为什么需要立威了。他对广州砍树这件事大发雷霆，12字批示砍掉了包括副部级官员在内的12个官员，平均一个字一个官。他就是要让对手知道，谁敢无视我讲的话，敢无视我的存在，那么灭掉你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广义的说广州砍树事件，它的确是有更深层的一些权斗的因素呢，也没有说错的。好的，我们最后呢再补充一点相关的信息，就是昨天中纪委的这个通报公布以后呢，在今天一早广东立即就在广州有举行了全省的领导干部大会，
通报这个广州市迁移砍树有关问题整改和问责的情况。那么这个官方报道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会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所以这句话它其实就等于是含蓄地证实了习近平的这份批示的存在了嘛。在这个会议上呢，广东的省委书记李希啊，他也是知名的习派大员之一了，他就特别的强调说，要在学懂弄通习思想这个上面去下功夫，要自觉地向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学习，要厚植人民情怀、家国情怀、历史情怀以及文化情怀。所以这番马屁话呢，它听起来虽然肉麻，但是它的确也从一个侧面点出了这一次出事儿的根源。这4个情怀啊，我们要把它合起来，用大白话来说呢，其实就是一句警告的话，意思就是说，都给我长点脑子，去把习总一家的经历啊都研究透彻了，别没事给我捅娄子，没文化是要掉脑袋的。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